美国财政部长说呢，跟亚洲国家都在进行贸易谈判。那这个国那个国呢，谈到台湾，台湾有非常好的提案，不是美国给我们好的，是我们台湾自己给他们非常好的提案，通通给你了啊。好，那么现在台湾第一个，你货币已经升了差不多10%了嘛，这等于是关税加你10%了，台积电走了，对不对？台积电也走了，哎。我们对大陆当时讲，我们说我们的先进技术绝对不去大陆，记得吗？是 N-1哦，起码是 N-1哦，对不对？所以我们有2奈米就不能给大陆，它可以要比较落后的。那你跟美国有这个限制吗？都要有限制才对啊。而且平常讲，美国的居心更坏哦。美国居心是说，将来如果老共打你，美国就有40%的生产量，对不对？又换句话说。只要你40%到美国来，甚至打你的时候，你台湾都毁了，我就80%都我美国了。他是按照这个心呐，对不对？老共至少没讲这个话，心里怎么想我们不知道了。而且他的那个制程是比你落后嘛。美国不是啊，川普说最先进的都要在美国，研究人员也要在美国，不是这样子吗？所以我们对美国当然非常好的提案，而且赖清德我们从0开始啊，我愿意给你0啊，通通给你了，这个给你，那个给你，还给你0啊，所以呢，尤其在阿拉斯加，整个铺管你要付1/3，将来还要跟他买，所以王陆才讲说赢2次啊，你是这样，对不对？而且你现在是共和党哦，民主党是反对在阿拉斯加开天然气的哦，民主党比较重视环保等等，那共和党永远执政吗？这个东西要好几年以后才开始输送啊。气才开始输送，那万一那就是民主党执政怎么办呢？那又禁止你怎么办呢？所以呢，这个真的在台湾的能源专家其实是反对的了那赖清德接受日经这个访问的时候也说，我们要从0关税开始谈课税是不利于投资的课税不利于投资是真的，但你要从0，那美国从多少跟你谈呢？他已经说最少都10%，那你说我从0%。就很奇怪，你应该说美国几%我就几%，这合理吧？这不是对等吗？我没有占你便宜，但是我也不要吃亏，你几%我就几%，我跟你对等啊那另外呢，这个龚明鑫说，美方应该给我们好的政策，让我们消除以美论我们就是怕以美，怕的要死。你怕什么以美呢？道理很简单，因为你现在只抱美国大腿嘛，所以当你只抱美国大腿，你就不能怀疑他，一怀疑他，不是你的利润基础都没有了吗？你的幻想都能破灭了，所以不能以美，不能遗传非要抱美国大腿不可，所以呢，他用这个去说服美国，说台湾已经有人以美了，所以你要对我们好一点来消除以美论问题是不是只有我们移啊？欧盟移不移呢？日本移不移呢？南韩移不移呢？美国自己民主党移不移呢？共和党都有人移有什么了不起的？为什么不能移呢？很奇怪的，怀疑所有科学进步的原动力所有的媒体大传新闻系第一课就告诉你说，你对你的采访对象。都要怀疑的，不能够就是平白直接相信他，怀疑又怎样呢？所以联合报黑白今天说，跪了太久以后，怎么站都忘了，站都站不起来了，就变成这样子。好，我们看一下。整个谈判都还在进行当中所以我想谈判团队会做最好的准备。台美双边关税还在谈判，但美国财长贝森特已透露，台湾提了很好方案。我们跟院长下乡到各个地方去跟产业座谈的相关意见，我们都有整理，然后提供给我们谈判团队。台湾提什么很赞方案，部会似乎没有明确答案，但美方和亚洲各国谈判，贝森特说非常乐观，连和陆方的关税战，双方都休战。只是美中谈判完，川普突然提到，若陆方愿意开放市场，将有利于统一和和平。美国国务院澄清对台政策不变，川普发言明显是针对美中贸易。总统府也强调，美中谈判未触及台湾关税战，川普一字一句都很敏感，谈统一也让台湾掀起波澜。我们就可以了解说，为什么当时卓院长叫我们安心税因为我们已经准备了台湾都是提了最好的提案要给美国，所以我想，不管是过去刚刚所提到的这些川普美中的关税战的过去的这个谈判的过程当中，可以互相降到30跟10。那台湾目前的一个状况是什么？尤其刚刚川普在这个谈判的过程当中，又把这个统一跟和平把它加在里面，但我们的赖总统居然针对这些东西只字不提，然后告诉我们说国务院就已经回答我们了。我想请问一下
中华民国政府不能有自己的态度吗？我们针对这样的言论，不该有自己的一些角色跟自己的一些立场吗？所以我还是认为说，在整个这个美中的关税战的一个过程当中，包含这些的相关的提案，刚刚赵哥提到的，不管是开采这个阿拉斯加的石油，还是说在这个提案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台积电过去对我们来说，说真的，因为已经底牌都给人家了，底牌都给人家，我们还有什么好谈的呢？那当然就是好好睡觉嘛。因为好好睡觉，然后等待人家告诉我说，你的关税是10%、是20%、是30%，就我们还看到是30几。那现在好像说好关税，我们从零开始谈。那从零开始谈，我们最后会得到什么结果？你看，刚刚大家已经提到美中的第一回合战，这个习近平已经感觉说稍微获胜，所以他笑眯眯的他这个他说是川普跟习近平做了一个低头，然后当然可能美国自己这个内部有一些民调的一个攀升。因为这是对他来说是他的一个武器跟角色跟判断，因为美国他只在乎自己的国家利益，当然同样的中华民国自己的国家利益是什么？我想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不管他推给这个国务院，推给 AIT， 都说这个跟这个对台政策无关。我想我们这几年讨论这些事情，当民进党政府说台美史上关系最好的时候，常常就有这样的言论出来啊，但是我们质疑他的没有。那就说没有，这国务院美国国务院已经说明清楚了。那我想知道那台湾政府的态度是什么？我想民众也有权利知道台湾的态度是什么嘛？该抗议就要抗议。我也认同赵大哥讲的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这个国家的利益。那我们的利益是什么？台积电已经都到美国去，那未来如果两岸有这些比较危险兵凶战危的时候，如何把这些技术跟产业就是持续留在国家来做一个发展？我想这是大家全民想要知道的，但是很可惜的，我们政府都没有告诉我们。来，赵志伟，我想谈一下，因为上个月我们3长嘛，那个卓院长邀请3长进去哈，那他当时第一次提出来是880亿啊，好，那当然我们要求的就是第一个，就你的冲击评估在哪里嘛？你任何不管多少钱，其实我们老实说，大家共赴国难呐，哈，就是你的合理的该做，大家一定做，保护产业、保护劳工，这是最基本的哈。所以他们因为那时候让小党先讲，那我们国商第一个就说我们要看冲击评估。那时候我以为就是说他们有，因为既然有钱了嘛，但是其实老实说，我看那个钱，我就觉得很有问题，因为所有的专家学者哈，你看最低他评估是3.5%GDP 的冲击，我有看到10几%，那10几个%还是在《自由时报》写的很大的一个字。那你随便都知道啊，一个 GDP 的成长，一个是影响是2000到2500亿啊，那也不是880亿可以处理哈。那你既然提了880亿，那时候我们就问他说这个依据等等怎么来哈。其实那个时候那个副院长那个郑丽君，他在旁边就回答说，他们去年11月就成立了经贸工作小组。好，那我就算一算，那就是川普就职的时间嘛。那意思说他们早就做了一些准备。那时候国昌主席就跟他说，那我们可不可以先看这个冲击评估？他说好，他本来就说当天给他，就是我们回家以后他就把资料给我们，但是一直到最后一直赖到最后就说，他到那个行政院来做在立法院来做报告的时候才给。好，但是它的数字马上就变成4100亿了嘛？那4100亿我们就一直在推敲，那怎么来的啊？结果那个4100，我们发现就是很简单，你就是880亿多了50亿，930是给产业界，那也没话讲。可是剩下的钱是怎么来？就是从总预算啊，总预算总预算里面3个地方就全部回来。然后大家看到那个，我想我们2个党还要再好好妥协，都协商一下哈。那看到那个台的1000亿，大家都疯掉了。那还有一些这个不相关的，可是后来他也承认，他到党团来拜访，来我们这边拜访的时候，我们就问他，这些东西他都承认说，里面确实有一些跟这次关税的这个无关的，他也然后我们问他说，那你将来你这个编的够不够？你说不定下一次又来，因为你如果没有个依据的话，就他也说未来是谁也不能确定。我差点真的，我想说，全台湾的人都会讲这句话，政府不能讲这一句话。然后我在想说，那他又到说不会牺牲，来总统也这样讲，不会牺牲人民的任何权益。可是你又是0，那你要牺牲哪一部分？所以在我卫环族，我最关心的是一定嘛，那美猪美牛美猪的事一定是首当其冲嘛，他一定就是要你买嘛。那因为我们定的标准确实比人家高嘛。好，所以我那个跳票非常的清楚，因为当时那个2019年还是2020年行政院自己的图卡信誓旦旦，而且是澄清这个造谣。他说只有全世界有4个，就是说有4个国家，他有用来核准用来的国家会到台湾卖猪了，可是
可是只有美国的莱猪会进口。那个他图卡他写的那个资料，我会一直在用。18号礼拜天上台，我会再继续使用。然后同时，那个苏贞昌又信誓旦旦说，我们一定查厂才让他进来。没财产不能进来，结果现在不知不觉那个进来了，很可笑，那个进来了，所以就澳洲人做不了什么事，而且没有查厂，他承认，我在质询的时候他就承认没有查厂，所以你看看从一个信誓旦旦说零检出，其实零检不表示没有用来，没有未来哈，因为这个有半衰期啊等等因素，到现在食药署署长说什么，天天吃一辈子吃也都没有问题，那我就在想说，你要拿什么去谈判？你说不牺牲这个不牺牲，那你要拿什么去谈判？好，那台积电就这个保送出去了。那你有告诉我们，我们还能做什么？所以那天其实我讲了一些，其实没有，因为很多人都对这个关税部分有发表一些意见。我就因为他希望左院长希望我们在野党能够配合嘛。第一个，当时他是880，后来是增加了。然后他也说，其他一些跟非关税贸易相关的一些法规，可能也要某个程度的松绑嘛，哈。那我们都说 OK， 可是我就跟左院长，我真的那天就跟左院长说，哈，你这一方面要我们配合帮忙啊，大家都同意啊，如果对国家有帮助，大家同意啊。我说，那你一方面在搞大罢免，我真的这样跟他讲，而且我要求的不是民众。民众有权利做这件事啊！我说你可不可以，你的政务官、你的行政官员，不要上台去？好，那我就这样直接跟他讲，他就愣在那个地方，因为他没想到因为我这辈子没有看过一样，你这一只手跟人家要东西，他要我们配合嘛，他才能过关嘛。这一只手是这样的，是要打人，把人家消灭掉嘛。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件事情就是非常的这矛盾。所以我觉得哈，人家说安内攘外哈。如果我们要看给人安内攘外，基本上是制造问题，攘内啊，安外啊，就是对外面是 OK。那我也不知道他有什么筹码，所以那天我离开行政院之前，我也跟他说哈，如果你认为有机密，那你还是有方法，因为国防外交也有很多机密啊。如果你到底要怎么谈判，你用什么谈判，你根据什么谈判，你的基础是什么，我总要让立法院知道，不然你几千亿的钱，我们怎么审啊？总不能都不审吧？因为他这个小组成立好几个月，像你讲，他说的，对不对？他说11月啊。如果成立这么久，理论上讲的评估应该是说，如果美国收我们加我们10%关税的话，哪些产业会受到什么样的冲击？看这些啊。如果美国加我们20%关税的话，我们哪些产业会受到？如果30%的话。当然是这样分析的嘛，是啊，对不对？今天一个高中生都知道分析是要这样分析的，不要说大学生们，你这些部会首长，对不对？你们到底在讲什么？弄了半天，通通不知道，对不对？照理讲，你要钱的时候应该讲说，我们现在整个预算是这样，但是如果这种情况怎么样，那种情况怎么样，那种情况怎么样，一定是这样子嘛？哪有通通不知道的呢？所以联合报社论说，这个现在财经内阁形同虚设，不会这个荒废本务，因为去搞政治挂帅。然后呢，在市局巨变中显得无措。那这一年赖清德上任1年，除了抗中，执政团队最重要的就是复议、释宪、大罢免，内阁空转硬凹，陷入集体迷茫。内阁集体迷茫，集体不知道在干什么，这不知道干什么东西，迷迷茫茫的。现在再回来。好，北京在开中国跟拉丁美洲的这个论坛哈，那我们有2个邦交国去出席，海地跟圣露西亚，这很麻烦啊。那他们事先有告诉我们说，他们不是政府代表，不会啊，也是外交部长。那习近平呢，送给他们呢2800亿的信用贷款，就说你们可以来贷款啊。那这当然是一个大礼包了哈。那另外呢，央视还特别把海地的外交部长清清楚楚的蒋伯迪照出来啊，外交部长都去了，这还不代表政府代表什么？我们外交部说他不是，或者他自己说他是代表拉美什么那个集团啊，一个集团啊，所以呢不是代表国家，是代表组织啊。那一样是讲些什么啊？那另外呢，然后呢，这个海地是什么政党代表啊，不是政府代表啊。那习近平在那边喊话说，关税战没有赢家了哈。说希望能够跟拉丁美洲国家呢共谋发展啊。那另外呢，这个路透社就说这什么意思？海地、圣露西亚，我们一共才12个邦交国，又跑到北京去了。那中国是不是要来抢我们的邦交？他们520之前挖台湾的邦交国也不是第一次了哈。那另外呢，这个王毅
说美国霸道，所以拉丁美洲呢应该跟我们中国合力划桨开大船，一起开船中国主张说共商、共建、共用，他们很会搞这个名词了哈，共商、共建、共用，说呢跟个别大国奉献本国优先的霸凌型，基本上讲是美国嘛，美国就是美国优先啊，美国第一啊，对不对？这是大国优先啊，霸凌啊，这是霸凌我们了，所以我们都是小的所以我们要联合在一起，这是王毅的讲法哈。那提供刚刚讲6600亿人民币了哈，然后呢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文明互鉴。这个凝聚共识，要落实我们的共识这是大陆跟拉丁美洲、拉美国家。然后现在台湾的邦交国剩下12个那非洲跟欧洲，非洲1个斯瓦蒂尼，欧洲1个教廷，亚太地区马绍尔群岛、帛琉、图瓦卢国，这亚太拉丁美洲跟加勒比海比较多，贝里斯、瓜地马拉、海地、巴拉圭、圣卢西亚、圣温省，然后圣克里斯多福。尼维斯邦也是1个所以呢，如果说海地跟这个圣卢西亚又去了，就很讨厌那会不会只剩下10个那另外呢，这个国台办说一中原则是国际共识，希望有关国家做出正确选择那另外呢，这个赖清德接受日经访问说呢，台湾、菲律宾、日本、美国应该合作防堵避免中国的灰色地带侵扰持续扩大，而且呢，如果两岸发生战争，是中国假借擦枪走火，有意为之是。当然了，如果两岸发生战火，绝对不是台湾主动，你可以想得出来。台湾也许会挑衅，踢你一脚啦，挠你一下啦，烧你一下啦，刺激你一下，但是绝对不是台湾，因为台湾怎么去打呢？你武器根本不够嘛，对不对？那以前还讲我们在蒋介石时代3分军事7分政治，我们跟大陆呢那时候军事力量没有差不多了，没有差点还有美国可以靠的。那现在美国已经知道你不行了，所以叫你打不对称战争。我战争哪有打不对称的？我战争当然打对称嘛。我什么叫打不对？什么叫不对称？就你是一个巨人，我偷偷走在这边丢你一块石头，踢你一脚，这叫不对称嘛？我们要打这种战争吗？这种战争会赢吗？你是骚扰对方而已嘛。所以呢，赖清德说要呢打造半导体非红链把大陆排除掉，不要跟大陆搞一起那而且呢，这个说呢，台湾社会对中国善意一直存在我们不是要封锁，我们是要交流，我们不是要对抗，我们是要对话等等那大陆就讲说你赖清德就是两岸和平的破坏者，台海危机的制造者。你一方面说我们要交流，一方面拼命打人家，这怎么交流呢？我们看一下。大陆北京举办中国、拉美、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从大陆央视新闻释出的画面可以看到，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谈话时，台湾邦交国海地外交部长蒋伯迪就坐在台下。外媒路透社报道，不止海地，台湾友邦圣露西亚的外交官员也出席了这次会议，两国国旗还分别出现在舞台主会场，就怕中国利用论坛借机挖墙脚。我外交部有最新回应，外交部在事前对于海地外长等友邦人员赴中国北京与会都有掌握。中国不止对台发动外交战，军演动作也没停过。趁着520前夕，总统赖清德接受日本经济新闻专访，呼吁对岸把对抗转为对话，封锁转为交流，希望在对等与尊严基础上展开合作。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我们希望有关国家顺应时代潮流，做出正确选择。中国近期发布的国安白皮书多次提到统一台湾，并且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面对中国威胁，台湾外交、军事体系持续审慎应对。对，好吧，这个到底我们这些来，你都去过是吧？有邦交国，剩下那12国我都去过，除了海地之外。不过以前在大学教书的时候，倒是有非常多海地的留学生到我们这边，所以大家都很担心，万一发生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我们这些学生的很多的这个公费就没有，因为是我们台湾政府资助他们过来的，所以对我们来说的话，
专心这个外交情势还是非常重要的。不过你可以发现，赖清德在520就职之前是接受非常多国外媒体的一个访问。我想他是要利用这个机会啊，不断的阐述他自己的概念，但是他的主轴还是在一个非红供应链，就成了我们刚刚所提到的，都已经我们第一部分里面看到全部的人都在那边，好不好？都已经在那边把他们那个台积电的这个供应链全部是以美国为中心，看怎么样大放送的状况之下，我们台湾目前还在谈这个。我必须说一句话，赖清德目前还是主轴还是在抗中保台，抗中不见得会保台，保台不一定要抗中。我觉得这民进党政府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搞清楚，保护台湾不见得一定要抗中啊？你目前来说来话，赖清德是要非红供应链，可是这个川普他当然也是反中，可是你看他用了多么这样的一个手法，不管透过关税，不管任何的这样子的文攻武吓，他其实也就是要调引这个中国来跟他谈，然后彼此之间可以得到各方的一个利益，所以他随时是可以放掉他的这个所谓的原则的。所以我们说这个抗中的原则之下面，他是随便可以放掉的，只要能够足够给予他的一个利益。那你看看我们的公民心代表出去，他昨天讲那句话，其实引发非常多的争议。我们可以协助美国，让美国再一次的伟大。你是中华民国的官员，你代表我们去那边谈，难怪美国的商务部他会说我们提出一个非常 very good deal。那你这个 good deal 到底怎么样？然后搞不到这个 good deal， 原因就是我们让美国再次伟大。那我们台湾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也很期望能够看到揭晓。目前为止，我们还是32的关税，大陆已经降到30了。那我们目前来说的话，是否能够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状况之下面，我们可以变成10？其实多实在我们高雄来说的话，光是10对于这个我们的这个扣件，对于我们的螺丝业都承担不起。毛利很低，对不对？5%、8%，你这10%生存不下去。再加汇率，再加美武器啊，什么都很惨。所以台南的什么汽车零件啊，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一种谈判技术嘛。你现在把你弄到一个32，然后我们好不容易降到一个15，你看我包准你，每个人都说这是外交上的大胜利。问题是我们以前是多少？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谈判的方法。我们已经做好这么坏的准备了，稍微对我们表达一些，我告诉你，行政也马上告诉你，这是外交的功劳，这是我们这个经济谈判的这个层面。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说，我们真的是踹了一蛋，好不好？所以呢，行政官员目前来说，可能不晓得什么时候会揭牌，我们拭目以待这个 very good deal 是什么样的 deal。但是呢，我回应一下陈昭志委员说，真的，明天马上要进入委员会来审这些4100亿。我再一次的强调，国民党没有要挡这个所谓国土韧性，我们只认为你的 title 叫做因应关税所提出来的种种对于我们企业产生的冲击，好不好？国土韧性不是这么快的，但是我们绝对不会去挡所谓的你要的这个韧性，请提追加预算或者是特别预算等等方法，不要夹带，不要偷渡，让我们好好的面对所产生的冲击，这才是非常务实的。不，基本上川普他会谈判了，他是商人嘛，他这漫天要价145%，对不对？然后呢，然后谈判之前，川普还说，我看到80%差不多了，然后最后30%，哇，大家都高兴要死，全世界欢欣鼓舞，股市这样一直涨，对不对？其实他心里早就想好了，对，该怎么样他也有底啊。但是大家就因为他漫天要价嘛，然后呢，你就地还钱嘛。那我认为未来的这个关税大概就在10到30之间了。英国是对美国是逆差的，120亿、119亿，它都10%嘛。对。那大陆赚美国2900亿，30%嘛。所以你其他大概就是10到30%之间。我想就是这边，当然有一些特殊的可能会豁免，或者某些特殊也许会更多，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哦，那高兴你高兴什么？本来那个关税很低的，现在30%有什么高兴？20%有什么高兴呢？就像我跟你讲说，你欠我1万块，我只欠你1000块，然后欠1万块，好，你们1000块拿来。如果你跟他讲你欠我1000块，哎呀，我现在很没有钱啦，再拖一拖了，再拖，就是这样子。比如说你如果今天卖一个房子，2个谈判，你的房子要多少钱呢？1000万，好，哎呀，回去难过1个礼拜。我是不是开价太低了？怎么我一讲1000万他就好了？我应该开1200才对啊，怎么就1000了？我告诉你，保证他1个礼拜睡不着觉，休息了再回来。